中国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版中国地图后，一时激起千层浪。地图中将南海10段线完整标注出来，引发了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不满。美方也看到可乘之机，发生在南海问题上挑拨离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在回应中国新版地图问题时表示，美方一贯反对中方这些虚假的海洋主张，中方的新版地图不会改变美方在该问题上的立场。但是中方的行为不仅是在地图上画什么线的问题，而是坐实中方正在实施胁迫行为，用以恐吓近邻以及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并推进他们虚假的海洋主张。科比的表态无疑是在该问题上火上浇油，表达了美方既不承认中方在南海的主权，又以所谓盟友和伙伴的名义支持地区国家对抗中国，用心极其险恶。美方就地图问题挑动地区对抗话音刚落，王毅外长在2023年全球智库大会致辞时也重点提到了南海问题，以不点名的方式霸气喊话在南海制造矛盾的幕后黑手。王毅外长以南海问题为切入点，重申了中方立场，并加入了新内容。首先，王毅外长阐述了南海当前的发展态势。他认为，经过中国和东盟的共同努力，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全面落实，南海局势总体稳定，为地区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接着，他话锋一转，指出了南海问题存在的暗流，即个别势力为服务自身地缘政治需要，不断在南海问题上煽风点火，在地区国家中挑拨离间，破坏南海和平。随后，王毅外长发出严厉警告，强调外部势力干涉破坏南海局势的图谋不会得逞，躲在幕后的黑手必须得到揭露。对此，中方将从2方面着手应对。第一，中方始终认同有关国家通过对话妥处分歧，寻求管控海上局势的有效途径。第二，中方始终愿与东盟国家全面有效落实宣言，力争早日达成准则，共同将南海建设成为和平、友谊、合作之海。为了突出南海局势对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王毅外长还以乌克兰危机为例，警戒地区各国需敲响警钟，提醒各国类似悲剧绝不能在亚洲上演。中方反对牺牲别国谋求自身绝对安全的自私做法，支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地区安全，通过对话妥善处理和管控分歧，共同维护地区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王毅外长上述言论留有余地，没有直接点名幕后黑手的名，但与会各国政要心里清楚，在南海挑事的是哪些国家和势力。中方没有直接说是美国及其盟友，是因为当前南海局势出现的波动，仅仅是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几个国家在兴风作浪，他们还没有在南海问题上做出更过分的行为。中方本着留一丝颜面，日后好相见的原则，给有关国家反思和改过的机会。目前仅有菲律宾依然在中国新版地图问题上上蹿下跳找存在感，之前声称要向中方发送外交照会的马来西亚立场已有所软化。马来西亚外长赞比里在最新接受采访时表示，马方不会只提出一个问题，在东盟峰会及其一系列会议上，马方将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待国际关系。马方希望通过东盟和伙伴国一起努力，提出解决南海等问题的方法。东盟国家都不愿意在南海问题上激化与中国的矛盾，这不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任凭美方如何挑衅都不会有什么效果。奉劝美方趁早从南海问题上收手，否则迟早有一天会被清算。